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，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大山深处。我们去年看了很多帝王陵，一般陵墓都是在这种大山里面，或者是在一个平地起坟。而在湖北利川这里有一个碑屋，人鬼同屋，就是坟和房子是在一起的，很奇特吧？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碑屋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，它呢就是堂屋啊，跟坟墓碑是在一起的，连接在一起的。这个大家可能第一次听过，也是第一次见过吧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很偏僻啊，找了好久，问了好多人，总共开车开了1个半小时，应该就在前面。问了好多人，就在前面。有狗啊！哦，它这里叫雀岩墩碑屋，这里还住了几户人，应该是这个墓主人的后代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他们沟通一下，了解一下情况。雀岩墩碑屋，就这里，哇，晒了好多这种玉米啊，刚收割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就这个地方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，看到没有？正常以前这个地方属于堂屋，然后这里有一块碑，碑的后面就是坟墓，在这个堂屋两侧就是房间，所以等于这个墓是跟房间挨着的。大家想一想，会不会觉得瘆人？相信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。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人鬼同屋是怎么由来的，看看有什么说法。这个地方是属于湖北利川的牟道镇，旁边就是重庆，刚好是交界的地方。你可能手机在这个地方都可能定位到重庆。我们眼前看到现在这里有些房屋不多，因为它这里呢是这个当时这个碑屋主人的后代，是姓罗，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。也就是说，罗氏5代人在这里不肯搬走，演绎了人鬼同屋的神奇传说。在大概80年前，为何要将坟墓修在堂屋里面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因为那么后代，等一下我们去问问，估计也不知道。这个屋主人听说生前很爱读书，到了30岁的时候能半耕半读，因为当时属于农民嘛，就是边读书边耕田，才高8斗，学富5车，并写得了一手好字，曾经呢考举过秀才。当时姓罗的这个人生前请来当地最有名的石匠修墓，历时1年才完工。大概墓修好之后的5年时间，也就是公元1929年，这个姓罗的老人去世，享年75岁。其实有一点呢，他这个墓呢是提前修好的，修好了之后就等着去世，这个什么原因可能也搞不清楚。它这个呢也算是土家族的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，这种墓葬形式在全国其他地方未曾发现过。这一处碑屋呢，现在应该相当于是国内唯一的一处碑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墓碑，它上面还有一些字，有一副楹联，上联是死者可作岩坊行表，下联是先生之凤山高水长，横批是遗爱堂。上面还有一些字，这个就是墓碑。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回来了，我们来跟他聊一下，向他了解一下。这里好多年了吧？这个啊，反正那肯定好，几十，不知道哎，反正100年有没有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差不多80到100年哈。那个上面好像有啊，哪里有写的？写了是吧？应该是有100多年了。我们这里都几代人了。有几代人了是吧？您这个也是他们的后人。像这个几代人，那不就是一直守护这个了，等于是。像这种的话，还是很少见的哦，其他地方看不到。是啊。因为等于是跟那个自己的房屋在一起，一般都说是站在后面山上或者是田里面。田这里还有墙壁。哦，还有墙壁，那等于就是一个房子一样的了。后来他们给拆掉了。哦，他当时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祖先的话，也搞不懂啊。懂不懂？
可能是这边的习俗。你们也是土家族？像你这个祖先他们是做什么的？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也不知道。你们是姓罗是吧？罗氏的后人。那确实挺奇怪的。那等于以前这里有房屋的话，那有建筑的话，是不是有人在这里住？还是就等于是像守墓一样的？哎，那就是说有凳子、有桌子那些了。那等于就是一个房子了。对啊。哇，那奇怪，确实奇怪。刚才碰到一位他们的后人，他说这个地方以前是有建筑的，就相当于是一个房子一样的，有人住在里面，那可能就相当于守墓一样的。这个在利川其他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没有蚊子的那个地方也是这样的，但是它不是碑屋，在目前也是有建筑的。我前2天去一个桂枝沟，那里说也是从江西到湖南。也是湖北吗？对，也是利川的。刚刚他说他们的祖先也是从江西迁过来的。您是嫁过来的还是自己的？妈娘家在这里。啊，娘家在这里是吧？哦，那也就是说生活了几十年在这边了。对呀。那可能不怕，如果是其他人嫁过来，一开始不知道会不会害怕啊？你问他。对，奶奶，你一开始嫁过来会害怕吗？怕。也怕是吧？您在这里多少年了？30几年多。30几年了，一开始也会害怕。那可能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，可能是还会害怕。是吗？慢慢就好了是吧？哦，那是以前可能也没见过。没见过，我们以前。对，一般正常人都会怕。比如说你们女孩子，可能就是说一些男的可能第一次过来，特别是晚上，是不是？刚刚我们看到这位女孩子，她是从小在这里长大，所以说她不害怕。像另外一位嫁过来的，听说最开始是会很害怕的。咱种了好多这种苞米啊，这边没有种水稻吗？现在都是种玉米了是吧？玉米是用来养猪的是吧？现在我们去后面看一下那个坟，它这边是从这边绕过去的，所以当时他们这边其实房子这面积还挺大的，这些房子都可能建了有几十年了，从这边绕过去，所以奇不奇怪？同时呢，也这边房屋啊可以看到面积挺大的，这里好多农作物啊，就在前面一点。到了，就这个地方，那个就是墓碑，墓碑后面就是坟，跟房屋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打个比方说哈，你现在坟在这里，然后这2个房间住的人害不害怕？当然，从小长大的不怕，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子，她说从小长大就没事。但是如果是外来人，你敢住这里吗？应该是不敢。你除非不知道，知道的话可能就不敢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而且刚才听他们说，里面的建筑当时是建成一个房子形式的，后面被拆了。那不知道在外面的是怎么样的，我们等一下再问一下他。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些地方害不害怕？哎，阿姨，你是当时是嫁到这边来了是吧？当时害怕不？不害怕。你来了这里来了多少年了？我来呀，我是92年来的。92年，那也是30年了。那也很长时间了。来的时候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听说过没有？不知道，他反正我只听他们在念，他是他自己修起来才死的。但是来了也不害怕。不害怕。那还好，因为我感觉如果是没见过的人，可能还会害怕呀。不会害怕。那你胆子还挺大的。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。这个确实很奇特，你在附近应该没有听说过，其他地方有吧？有什么？就是这种碑屋啊。没有。这个碑屋我们基本就看完了，确实非常奇特。也就是说，大概80多年的时间，人鬼同屋，
这个是非常罕见的。这种墓葬和房屋的结合体的碑屋啊，在土家族有一部分地区一直都有，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，甚至连很多土家族人都不知道。听说以前在湖北和重庆的交界处有清代早期的碑屋，但是后面也被拆除了。这种墓葬形式现在只剩下这一处，也就是说在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。现在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很少，按照资料记载大概是6户人家，也就是剩下我们说的中老年人在这里，年轻人可能也都出去了。刚刚我们碰到的女孩子也是说，她最近这2天来这里帮忙，孩子开学了，她还是要回到利川市去的。那么我们这个人鬼同屋的碑屋我们就看完了，确实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。